平安被下狱了，说他牵涉军饷案。哪个王八羔子走漏的风声？我怀疑是袁绍成。之前平安设局，害他被度量拷打，看来是怀恨在心了。有这个可能。不过什么？如果是他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来抓我们？不是他还能有谁啊？平安早就跟我们说过，他这个人狡猾又残暴，他做出这种过河拆桥的事一点都不稀奇。到现在还没来抓你俩，指不定还憋着什么坏水呢。是下的大理寺狱吗？不，是被丽俊带走了。完了，落到他手里那可真是生不如死。我现在就要去救平安。彩莲，不能自乱阵脚，先想办法。苍茫暮色映眉间，愁云密布吹不散，浮生若梦若魇，恍然惊眠。悲伤划过的双眼，凝聚成诀别，将这几处画面寻魂一遍。云边，一哭一荣一亏欠，粉身如烟，灼痛了誓言。是谁的泪融化漫天冰冷的碎片，拼凑寂寥的人间，手将交织他影的眷恋，心在日落前。我府中的酒啊，尚算平平。等你升了官，我带你去梅府品鉴更好的酒。
如今我已在你的麾下，海公要是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言。我且问你，你和那个叶平安到底是何关系？我与他相识不足半月，眼下只是奉旨一道办差，仅此而已。那就好。现在你正值升迁最关键的时刻，谁该帮，谁不该帮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的话到这儿就足够了。今夜你可是立了功，怎么这副模样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些惋惜罢了。惋惜？哦，原来是因为那个叶平安啊。初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只觉得他是个骗子。后来呢？后来觉得遇上他这条毒蛇，还真是棋逢对手啊！能让你成为对手的人可不多。究竟是谁要他死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海一平吧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能让你左右权衡的，眼下只剩下这位海尚书了。平时我只是懒得动脑子，你以为我真傻？哥，平日里我只是嘴上不说，可我心里知道，但凡人前有出头的机会，你都会主动的让给我，为的就是让我立更多的功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咱们才能替盲狗人更快的脱离剑疾。我知道你从来不是感情用事的人，但这叶平安，你真不打算救吗？既然还犹豫，不如让老天做个决定。不惧寒风萧墙起，只待梅香扑鼻来。用刑是门技艺，你身上的这些伤，正如朵朵红梅绽放于黑夜。你看，像不像白雪洒落指头，腾出的汗又有体香，整整契合这句诗，连我都佩服我自己。立功深谙，原来这么喜欢玩花把式。说说吧，军饷莫名失踪，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又是谁指使你犯下这弥天大罪？那个幕后主使，今晚不就在那儿吗？你指的是袁嗣？当然是度量。军饷在他府上，我也在他府上。若军饷是我盗的，便是受他指使，他才是主谋。把一切推给一个死人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他一个五品郎中，敢私吞全部军饷，还都藏于自己府上。就算他敢，也必定有人给足了他胆子。你说呢？这才是你想要的呀！其实你根本不用给我用刑，我全都会照。你让我要谁，我就要谁。将军、尚书、宰相，是不轻不重的小罪，还是灭族大罪，我都
签字画押。你听，刚到亥时，你这副模样，多败兴！我可是为你准备了漫漫长夜，我心想出了很多种刑法，都还没有叫人试过。金汤刑、蛇海刑、骨笛刑，没有刑法，公子就出不来。你看，是不是办过那么多案子？是哪种人士最让你兴致高昂？我猜是高官贵胄，看着他们从高胆的折尽衣裳，尊严一天天被你撕碎，这种反差才最让你快活，对吧？郎主，张尚书，说吧，今夜是何情形？是，今夜袁嗣成带人进入度量府中，搜出了丢失的军饷，度量因贪没军饷，现已伏诛。是意外磕死的。哎呀，张尚书，我看程慧也算是屈才了。你那刑部不是还缺人手吗？多谢郎主，小人没齿难忘。你妹妹还有你老母亲，我也会让人好生安置的。多谢郎主。起来吧。是。还有那个叶平安，也已被厉郡押入大牢，正在连夜审问了。今夜事还得在今夜比。小人明白。此等大案，刑部需要拟个奏章报进宫里，也得明日了。海尚书，告辞。不送了。派人盯着程慧，看他到底能不能除掉叶平安。是。你为何怀疑叶平安是御史案的幸存者？最初发生郑源案，我以为他不过是个替罪羊，可没曾想他利用郑源案竟谋得使职，而且他还清楚度量贪墨一事，找我想用军饷案来对付度量，我便知其心思缜密，绝非泛泛之辈。先前家母寿宴设计御史案的那位前来贺寿，他妾室手臂上的那个7叶昙花烙印，让嫣儿呆呆看了许久。我便引导嫣儿将其画了出来，果然试出了，她就是御史案的受害女子。心思缜密，已深入局，好一个欲掌控人心之人，此人必除之。没想到你竟是我的知己，用刑具剥落他们的身份，这才是最高的技艺。可惜呀，说。指使度量从官道上劫走军饷的人，到底是谁？当然是出身士族的人。说起士族，你出身贫寒，苦熬多年才入仕，可士族却因不屑你的出身，阻挠先帝提拔你。此后，你便恨上他们，哪怕又想复生金视你为好友。你却仍将他拖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好友，他复生军高高在上，骨子里只是把我看作玩物。你们所有人都把我视作疯狗，但我这条疯狗，
帮圣上铲除了多少障碍？我做的不对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发病的百姓？你手上沾染了多少底层人的血？你是想说，你我都同出身底层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可惜你的巧舌在我这儿不管用了。每次行训时，最让你索然无味的，便是人死的那一刻，不再动弹挣扎。因此，对于我这种体弱的凡人，我倒有一个颇具技艺却又不会重伤的刑法，可有兴趣？说来听听。龙鳞满床波浪湿，血光点点香而起。去鱼鳞相见，便是龙鳞；再将其挑落，血染斑珠，这便是香而起。来人，马上去给我弄几条鱼来。这里是宵禁，去哪儿用鱼啊？去找去！押回牢房，让他好生歇着，待会儿再好好招呼他。这都什么时辰，咱去哪儿找鱼去？他折腾犯人就算了，还折腾我们。哎呀，就是。鱼？平安是想告诉我们什么？鱼离不开水，是指有水的地方。平安能传递的消息极有限，所以应该是最具体的地点。那就是黑市。没错，能在宵禁之后买到鱼的，只有黑市。我明白平安的意思了，我们得赶紧过去。你给我，呵！杀了我，不但不可以立功，你还会死。你在跟我鬼扯什么啊？哼！董阳死前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这对你背后之人很重要。他跟你说了什么啊？杜良行贿了很多人，他将跟那些人的交易记录成册，然后出示，这本名册也会公之于众，你背后的人就会倒大霉。可如果你拿到这本名册，就是大功一件。那他在哪儿啊？说。黑市鱼店。少成啊，你这是……我阿爷以前就是铁匠，什么破铜烂铁，在他的榔头下都能变废为宝。你想打个什么呀？给自家人的腰牌。心里装着太多事，会把自己压垮，不是光靠对着铜铁敲敲打打就能够发泄得了的。古树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双手很脏，所以我不断地用酒去冲洗，可怎么都洗不掉上面的血腥味。之后我的心就会变得更硬。
更冷。其实，你若插手审问军饷案，那叶平安就此刻最重要的是获得美党的倚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既然选择了，就不应该将希望寄予在别人的身上。我是这样，叶平安也是如此。如果他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那前路刀光剑影那么多，他早晚也是一死。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？有人要杀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度娘死前告诉我有本行贿的名册藏在黑市。失忆时，与其为难我这个无足轻重之人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跟着要杀我的人，挖出藏在背后的士族高官，这样你就能获得更大的功劳。你们就站在这里看着他，一步也别动。是。来，看一看，都是稀罕玩意儿啊！随便看，来看看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看看，都是好东西啊！爱买就买，不买就走。老板，来买鱼的吗？刚杀的。我是杜郎中的人，来取他让你保管的名册。名册？什么名册？我们这是卖鱼的，没有你说的那玩意儿。哎，老板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有个杜老板，在我们这儿存过一个，那叫什么铜轴。是你说的那玩意儿吗？啊，对，铜轴就是名册，给我。那得要寄存者的手牌才能拿，你有手牌吗？我有，稍等。你早说嘛！把铜轴给我。别上当啊！快给我！试试，追！怎么来了2拨人？配合的不错，一定是平安诓他们来找度娘的名册，以此来拖延时间。我给了他个空的铜轴，还好你反应的够快。不过铜轴应该很快就会露馅的，能拖一颗是一颗吧。丽君之所以在这儿，那就是平安想让他这条恶犬去咬该咬的人。郎主，盯梢陈慧的人汇报，陈慧不知为何突然离开刑部大牢，去了黑市。这么说，叶平安那里，他并未得手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分头追！是。陈慧，我拿到了。海公会照顾好你的家人，放心吧。
的！说，杀你的是什么人？我娘能过上好日子了。试一试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应该来不及拿走名册。难道我们被耍了？竟敢耍我！叶平安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试试。难道没抓到人？抓个屁！那个叫程慧的都被灭了口，你说的度量名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吧？想利用我帮你抓到背后的人，你嫌疑未脱就敢欺骗本官，这牢里的刑，我先让你尝个够！捕射人刀！圣上口谕，大胆力拒，叶平安乃朕亲封特使，你岂敢胡乱抓人？命你即刻将叶平安无罪释放。臣未能体察圣意，臣有罪。臣立功行事要是再这么不知分寸，你的那些刑罚，恐怕只能用在你自己身上了。还不快滚！走。你这么急着见朕，可是军饷案有了什么进展？陛下与臣协查办案之权，是开了天恩。只是臣办完此案，恐怕就没有机会将此令牌亲手还给陛下了。这是何意？臣曾说过，愿做陛下祛疮补肉的重药。可陛下除了臣这副药，还有库里那柄重剑。臣无高位，无党派，无大族，得罪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只要他们罗织些臣的罪名，那柄重剑一挥，臣这药罐子只怕就得粉身碎骨了。你是来求朕这道保命符来了？把你的手牌揣回去。你这颗小脑袋，除了朕，没人摘得了。谢陛下隆恩。丢失的军饷，臣和苑四成已尽数寻回。只是此事还望陛下先秘而不宣，再借臣2日，方能找出这背后的复古之居。云。袁绍成忠君体国，恪尽职守，于军饷案中立首功。现由大理寺丞擢升大理寺少卿，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朕登基以来，先有越王之乱，后有文臣之治，有些人便趁机浑水摸鱼，寅吃卯粮。像那傅生军，横霸良田千顷，逼出不少流民来，早就该好好的治一治了。可朕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呀。臣虽出身微末，却有志铲除贪官污吏，为陛下肝脑涂地。天下言价日涨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显而提起，户部郎中度量暗地里勾结了一个叫齐君山的商人，以赌方名义行贪墨之事。你从他身上查。是。他不过是一根藤草而已，要紧的是
他倚仗的大树。朕之所以不动某些人，是因为还需要照顾士族和前朝老臣。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臣定不会让他们察觉，扰了陛下统御天下之奇举。曾公今夜暂且在我府上歇息。请。承吾郎，要你坚持，若想报名，我只能送你远生动。臣借假杀曾轩，获取度量信任后查明，度量多年来勾结齐君山，敛财共计约30万两，其余现银9万4千两，加上抄没的度量家财以及齐君山赌坊之账，已尽数收归国库。查办度量之事，你做得不错。皆是陛下雄韬伟略，运筹帷幄，臣不过是听令行事，不敢居功。严驾上长查得如何？臣尚未查到度量牵涉其中，不过，臣怀疑有人通过度量在户部盐税上做手脚，还望陛下允准臣彻查户部之账。准，但阵仗不要大，1、2个得力的人随行即可。是，陛下，臣心中已有怀疑之人，只是尚无实证，不敢妄言。朕知道，没有证据，就找出来再回话。是。恭喜你啊，官升2品，腰带不错。你就不怨我没有对你施以援手吗？为什么要怨你？你我又无朋友之意，各为其利罢了。何况你在升迁的重要当口，更不能与我这获罪之人有所牵扯了。我倒宁可你能骂上我2句，也好过在这里恭贺我。袁绍成，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满足于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志在拜相，对吗？我去过芒沟，也听说过龙门场内的惨况。芒沟人过得很苦，他们出身便是贱籍，无法拥有田地，更别提科举入仕了。他们只因出身不正，就世代无法正常生活。明明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就活得像个罪人。要改变这一切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权利。我不怨你，是因为这条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跟你做同样的选择。好啊，没想到知我心者，竟是一个与我相识不过数月之人。来，我敬你。别搞得那么煽情行不行？而且我既然走了这条路，若不思虑周全，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空等他人施以援手，那不如趁早回家种地算了。我问你，御史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度量在死之前说你也是罪人？告诉你真相又能如何？如果我成了你仕途上的拦路石，难道你会帮我？我啊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既然你帮不了我，告诉你真相也没有意义。好，不说也罢。
木簪掉了，给你个新的。你还是把木簪还我吧。找不着了？那我也不要这个。为什么？木簪好啊，它即使摔落泥尘也不会破损，不像玉，脆弱易碎。我就喜欢戴木簪。还要不要？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给你个机会，帮我换个药。怎么，怂了？你都不嫌害臊，我怕什么？真当我不记仇啊？一报还一报。毒蛇，刚才还知心人呢，这会儿就毒蛇了。毒蛇又怎样？你这豺狼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自己换吧。往事成灰，年落成泥，如烟旧梦不可及。渐远的呼吸，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为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句，回眸间已无前尘。